你知道吗？一个人身上最有吸引力的品质，从来都不是外貌、财富或才华，而是一个平静、稳定、得到调节的神经系统。一个拥有受调节神经系统的人，就像一颗温柔而强大的磁石，它会自然而然地吸引那些能让你感到安全、被滋养、可以建立深度连结的关系。同时，它也会像一道温柔的屏障，自然地推开那些会让你陷入战斗、逃跑或是僵住的混乱关系。这个道理不是我从书上读来的，而是我花了很长时间从自己混乱的关系和人生碎片中一点一点拼凑回来的。我叫艾菲，我是一位疗愈师。在经历过一次深刻的个人觉醒后，我才真正明白，所有外在世界的混乱都源于我们内在系统的失衡。但这就带来了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如果混乱才是你最熟悉的感觉呢？你是否总是不自觉地被那种充满了极端高低起伏、虐心伤神、戏剧张力十足的关系所吸引？你的头脑明明知道这很痛苦，这不健康，但你的身体、你的心却像着了魔一样无法自拔。每一次当对方终于在冷落你很久之后，给了你一点点温暖，你就感觉像是登上了云霄飞车的顶端，那种多巴胺的狂喜让你瞬间忘记了之前所有的痛苦，然后不可避免的，你又会迎来下一次的坠落。如果这听起来很熟悉，亲爱的，请听我说，这不是你的错，这甚至不是关于那个人有多坏，这是关于你的童年。如果在你的童年时期，一个失调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就是你对家的定义，如果那种需要时刻察言观色、踮起脚尖、努力表现才能换来一点点爱与关注的感觉是你的日常，那么长大后，你的神经系统就会把这种不安全感错误地编码为熟悉感。让我为你讲一个可能就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故事。我认识一个女孩，我们叫她小雅。小雅的童年是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家里度过的，安静到连空气里都弥漫着一丝紧张。她的父母不是不爱她，但那份爱是有条件的，她必须乖巧、懂事、成绩优异，才能换来父母一个赞许的眼神。她从小就学会了把自己缩得很小，去捕捉父母脸上最细微的表情变化，来判断自己今天是否安全。那种时刻悬着一颗心，追逐着不确定的认可的感觉，就是她童年最深刻的印记。长大后的小雅聪明又漂亮，她遇到过一个非常好的男人，温柔稳定，总是直接地表达对她的爱。但她越是这样，小雅心里就越是觉得无聊，她感觉不到那种让她心跳加射的火花。不久后，她遇到另一个男人，他神秘疏离，若即若离，他从不轻易给出承诺，他的情绪像天气一样变幻莫测。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让小雅彻底沦陷了。每一次等待他讯息的焦灼，每一次猜测他心思的煎熬，每一次在他短暂的温情中感受到的狂喜，这一切都让他感觉活着。你看到了吗？那个让小雅上瘾的从来都不是爱，而是她童年最熟悉的生存模式，那种追逐不确定的认可所带来的痛苦却又致命吸引的多巴胺云霄飞车。混乱对她的神经系统来说就等于家的味道，而稳定反而意味着陌生与危险。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感觉总是被同一类型的人吸引，你的熟悉感陷阱是什么？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让我们知道你并不孤单。那么，该如何打破这个循环，真正的去调节我们的神经系统，去改写这套深植于体内的程式呢？很多人会说，做呼吸练习、去冥想、去保持正念，这些都很好，但它们都还不是核心。真正的核心是我们需要去感受那些我们一直以来都在拼命逃避、压抑、假装不存在的情绪。想象一下，在你内心深处有一栋属于你的房子，而你的每一个情绪，你的焦虑、你的恐惧、你的悲伤、你的愤怒，其实都是一个个不同年龄满伤伤痕的小时候的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在小孩。当生活中发生了某件事，触发了旧日的创伤，这些小小的你就会来到你心灵的门前，轻轻的，甚至有时候是急切的敲响你的门，咚咚咚。他们想告诉你，嘿，我好害怕，我感觉被抛弃了，我觉得自己不够好。但我们通常会怎么做呢？当你感觉到那股熟悉的焦虑升起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立刻拿起手机，开始无意识地滑动，用外界的资讯噪音来淹没内心的声音？当你感觉到那股悲伤涌上心头时，你是不是会对自己说，成熟点，不准哭，这点小事儿有什么好难过的？这就是关门。我们用力的砰的一声，在那个受伤的内在小孩面前关上了心门。我们对他说，走开，你太脆弱了，你是个麻烦，我不欢迎你。我们把他们推到意识的地下室，锁起来，假装他们不存在。看到这里，你可能恍然大悟，好，我明白了，我需要去疗愈我的内在小孩。于是你摩拳擦掌，准备冲进那扇门，把那个小孩拉出来，对他说，你这里有问题，那里不对，我来修复你。但是请等一下，如果你抱着修复他的心态，你可能正在犯一个更隐蔽也更深的错误。你想一想，当你试图去修复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种情绪的时候，你在潜意识里传递的讯息是什么？讯息是你现在的样子是不对的，是有问题的，是不够好的。这份好意，这份想要让它变好的急切，本身就是一种评判。它只会给那个本就脆弱、敏感的内在小孩带来更深的羞愧感和抗拒。这就像一个过度热情的销售员，你刚走进一家店，他立刻冲上来问，您好，需要什么吗？我能帮您什么吗？您看这件怎么样？你的感觉是什么？是不是压力、不安全，只想立刻转身逃走？你真正渴望的是另一种销售员，他只是对你温和地点点头，微笑着说，您随便看看，有需要随时叫我。他给了你空间，给了你安全感，你反而更愿意停留，更愿意去探索。疗愈也是一样，你的内在小孩需要的从来不是一个想修复他的医生，而是一个能安静的、温柔地陪着他，允许他以任何他本来的样子存在的朋友。一个能够在他哭泣时不说别哭了，而是递上一张纸巾，轻轻地说，没关系，你可以哭，我在这里。那份不加评判的温柔的允许，才是真正的解药。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下一次当任何一种负面情绪，无论是恐惧、焦虑、嫉妒还是悲伤，再次来敲响你心灵的门时，请你试着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你可以在心里，或者如果环境允许，你可以真的坐下来，闭上眼睛，深呼吸。
感受一下这股情绪在你身体的哪个部位？是紧搓的喉咙，是沉重的胸口，还是纠结的胃？不要去分析它，不要去评判它，只是去感觉它，定位它，然后在你的想象中转过身，走向那扇一直在响的门。你的手轻轻地放在门把上，你能感觉到它的冰冷，但这一次你不推开它，也不锁上它，你选择温柔地打开它。也许门外站着一个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小女孩，也许是一个愤怒地跺着脚的小男孩。无论他是谁，是什么样子，他都是你的一部分。你什么都不用做，不用拥抱他，不用对他说教，甚至不用对他微笑。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在你的心里，用你能给出的最温柔、最慈悲的声音对他说：嗨，我看到你了，进来坐吧。然后你只是安静地与他同在。如果他想哭，你就允许眼泪流淌；如果他想尖叫，你就在心里给他一片旷野。你只是看着他，对他说：你感到害怕，没关系；你感到被遗弃，没关系；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没关系。你可以这样感觉，在这里你是安全的，我哪儿也不去。当你给予一份情绪，一个受伤的内在小孩100%的不带任何想要改变他的企图的接纳时，奇迹就会发生。那股一直以来在你体内冲撞、消耗你能量的情绪会突然安静下来，因为它终于感觉被看见了，被听见了，被允许了。你会感觉到你胸口那块沉重的冰开始融化，化为一股暖流，温柔地流淌过你的四肢百骸。它不再是与你为敌的盟手，而是回归到你体内的一股可以整合的生命能量。然后它会像哈利波特里的凤凰一样，在你温柔注视的火焰中完成转化，燃烧掉所有旧日的伤痛，然后优雅的、轻盈地飞走。它带走的是创伤的重量，留给你的是整合之后那份名为平静与完整的金色的智慧余烬。这才是调节神经系统的真正秘密，不是压抑，不是控制，而是温柔的允许一切如其所是。当你学会了这样在内在安抚自己，当你不再需要向外抓取去填补内心的空洞时，你会领悟到2个让你彻底自由的真相。第一个真相是，你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的那杯茶。别再试图去说服那些不喜欢喝绿茶的人来爱上你这杯龙井了。你就是你，有你独特的清香、甘醇与苦涩。懂得欣赏的人自然会被你吸引，细细品味。不喜欢的人也没关系，也许他们偏爱的是浓烈的红茶或香甜的奶茶。当你放下那份必须被所有人喜欢的执念时，你的姿态会变得无比从容，你的能量会变得无比有魅力。第2个真相是，你无法让一株植物生长，你能做的只是为它浇水、施肥、给予阳光，为它创造一个最好的环境。但你无法命令它开花，无法控制它结果，你只能信任生命的过程。关系和人生也是如此，放下对结果的控制，放下那些我必须得到它，我必须成功的执念，把所有的专注力都收回到自身，专注于滋养你自己这片土壤，专注于活在正直与爱中。当你不再那么用力的时候，宇宙的能量才能真正的透过你自由的流动。这就是最终的答案。真正的吸引力来自一个受调节的神经系统，而调节的秘诀就是勇敢的感受，温柔的允许。当你不再向外寻求认可，不再试图控制结果，只是安然地存在于自己的身体里，
与自己所有的部分和平共处时，你就成了那个最稳定、最安全也最具有磁性的版本。那时候你会发现，你不用再去寻找爱了，因为你本身就成了爱。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在对的时间找到了你，请给我一个喜欢，并按下订阅，这样我们才不会在茫茫人海中走散。最后，我建议你将这支影片保存下来，把它当作一个温柔的提醒，在未来任何你感觉卡住的时刻，随时回来，让我陪你再走一遍。